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玩家社群反馈来了，这个好像很久没有更新了。近期更新都是策划面对面啊，策划面对面跟玩家社群反馈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社群反馈是看社区里面一些玩家提出的建议，有哪一些比较多玩家赞同的，他们就会拿出来讨论。那这边看到的问题其实也是蛮多的，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讲。首先第一个就是讲，希望可以看到他们那个匹配值啊、分数啊，可以看到更加多的数据，也可以很方便的去让王国管理他们整个王国。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在近期就已经推出了，你们可以去游戏里面查看，在布告板这里点击中间的按钮，那你们就会来到这个画面，就可以点击查看。那就看你们自己的地图里面有哪一些王国，你就可以打上它这个王国的号码，然后点击查看它的6维图，看他们在近期的 KVK 表现的怎么样，不管是活跃度、氪金度、阵亡、击杀、战力，全部都可以看到的。当然这个是前300名的玩家啦，像国服玩家人数比较多的话，可能你们就要用这个方式来查看了，就一样选择你们想要查看的王国，然后看这里的数据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是说到自己的王国，你想要检查自己的玩家表现的怎么样呢，你就可以选择这里王国成员数据，就可以看到这边他们近期表现到怎样。当然记得要选好时间啦，像我们最近其实才刚打完 KVK 啊，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些谁的阵亡最多啊，谁的击杀最多，全部都可以在这里查看。当然这边策划的回答也是差不多啊，就讲他们也是最近推出了这个工具，当然他们也是会持续在更新啊，如果有一些问题什么之类的话。接着第二个反馈是讲到加速的问题，就问他们能不能返还加速。他这边讲的应该是那个治疗士兵的时候的那些加速能不能够返还一些。也有很多玩家有参加那个活动啊，就是把我们的建筑还有研究加速拿去换别的加速，这个我在之前也是有跟大家介绍过。那相信大多数玩家应该也是看到这个活动了，就是你们可以把建筑还有研究加速拿去换成治疗，但是我在之前就跟大家算过兑换率，只有8小时，就是它有75%折扣的，是以1:1的价格来兑换之外，其他都是要2倍以上的，所以就变成说玩家的加速兑换可能会换的比较多，拿回到的加速会比较少一点。但是他这边要表达的并不是说这个活动不好，而是说因为他把那些研究还有建筑加速都拿去兑换了，就导致成他必须要拿通用加速去提升水晶研究院还有水晶科技。但是我觉得这个跟策划没有什么关系吧，这个是看玩家怎样去安排你要兑换多少的加速。因为假设说你是知道你的通用加速并不是很多，那你就应该要保留多一些自己的研究还有建筑加速，而不是全部都拿去兑换，变成说你一定要用通用加速去提升你自己的水晶研究院还有水晶科技。所以我觉得我不懂啦，可能他的反馈是说我想要拿到更加多的建筑还有研究加速，然后之后我可以拿去兑换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跟策划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啦。但这边的策划会回答讲他们会考虑这个问题啊，还有减轻玩家的开销问题，如果有解决方案之后，他们到时候就会以公告的方式给大家做反馈啦，大概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无奈啊。接下来下一个问题，第3个反馈是讲到联盟总动员的问题啊，他希望把联盟总动员原本需要完成10个任务的上限呢，改成需要完成的点数，就比方说你只是需要完成4000点就可以达成目的了，就讲你不需要完成10个任务，那可能你完成其中2-3个任务，它的数值比较高的就可以达标了。因为现在有很多小王国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完成联盟总动员啊，所以他是希望以积分的方式来完成这个任务。如果有一些玩家他们超越了这个上限之后，可能可以拿到一些额外的奖励。他认为说这样子改动之后会更加有灵活性，所以玩家都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励，还不至于说有一些联盟他们可能没有那个能力去完成，什么东西都拿不到这样子。我觉得他这个提议还蛮不错的，但是这边策划的回答是他们会调整玩家可以接受的任务次数
述，但是他好像没有特别认可这个玩家讲什么东西啦。那接下来第4个反馈，这里也是提到联盟总动员呢，他就有讲到有2个活动是接近的，因为他这边是写英文啊，所以我不清楚他讲的是哪一个任务。不过根据他这边的描述来看呢，就是有一个任务它是提升你的兵数量，然后另外一个任务是提升你自己的部队战力。其实2个是很接近的东西啊，我不懂为什么他要把它分开变成2个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这里就讲会很浪费玩家的加速还有资源去训练部队。接着还有希望国王或者是阿斯可以让他们去提交这些任务啊，因为等24个小时有点太久了。第3个建议增加快速提交功能，使玩家提交任务的速度提升，还是因为那个24小时提交那个速度太慢了，所以他希望可以缩短一点。这边策划的回答是感谢他的反馈啊，他之后会观察联盟总动员的系统情况怎么样，会调整还有简化任务的内容，还有缩短提交任务的时间。所以像这边他是直接认可了这个玩家所讲的东西，你可以看到这边的回答跟上面的回答是不一样的东西。下一个反馈是讲真香市集的，希望可以增加一键购买按钮，可以批量购买活动中的一些东西。但是我已经忘记了有什么需要一键购买的吗？难道是我们拿到钱之后要去买东西的时候要一个一个点吗？我已经忘记了。不过他这个反馈也是受到了策划的回答啦，也是讲他们会增加这个功能，不过是在周年庆之后推出的真香市集才有。这一次周年庆他们可能来不及改了，所以等下次啦。下一个反馈是希望可以让他们国王可以选择自己玩家的名单去报名 KVK 这样子啊，因为有一些玩家其实他真的没有打架，然后我们那个休假券其实也不是很够用。其实这个东西我也是在之前一直跟策划他们一直反馈的东西啊，但是后来也只是给先锋王国实行而已，一般的小王国并没有这个功能。但是这边策划的回答是说，关于分线报名系统的问题，他们会在下一次的策划面对面跟大家公布，所以之后可能又会再改动哦，这个不确定啊，因为他们近期才讲和服的事情啊。下一个反馈也是说到 KVK 的事情，讲他们的王国规模比较少，在过去就算有很多王国跟他们一起联手完成昔日荣光的任务，也是很难完成。在团队 KVK 模式中，这边是讲自己组队的模式里面呢，要以2个王国去玩这些任务会更加难。面对那些有双倍医院的玩家，他们只能用普通医院，就是只有30几万的医院，这显然是处于劣势的，所以他希望可以调整。但其实如果是正常模式的 KVK， 在关卡室开放之前，如果你们还没有完成昔日荣光的任务的话，它就会自动解锁的，其实不用赶着去说我要逼我自己的玩家去完成这些任务。但他这边所提到的是团队 KVK 啊，就是自己组队的 KVK 没有办法完成任务的问题，所以策划他们这边会看玩家的反馈，还有他们会自己去做测试，他们也考虑之后会做一些相关的调整。下一个反馈也是近期官方就是驳回了他们自己的改动，他们对于昔日荣光第2阶段的改动很不满意，因为我听有一些玩家说要捐加速啊，而且是要捐很多的加速才可以完成，而且他们在 KVK 中也是需要用到这些加速的，更何况现在又推出了加速兑换的系统啊，所以其实就算是一些研究或建筑加速，现在都已经是蛮重要了的。所以这个玩家还是希望可以采用之前旧的方式，就是去打野蛮人或者是打野蛮人城寨，这样对所有人来讲会比较公平一点，也可以保持玩家的活跃，而不是像新的这个第2阶段这样子阻扰到他们的进度。所以这边策划的回答，他们对于第2阶段短期 KVK 是已经做了一些调整，但目前还是在先锋测试阶段啊，他们会根据结果做进一步的优化。下一个反馈也是我很想要讲的东西了，希望增加一个系统可以让后备驻防在旗帜要塞里面，但是他是不参与战斗的，只有当前的驻防统帅他离开了旗帜要塞之后，后备的驻防才会替换上去那个位置。但是这边策划的回答是说他们会考虑增加一些功能去减轻驻防的负担，但是他们没有考虑这个玩家的说法，就是直接让后备驻防在旗帜里面不参与战斗，后面替换上去这个功能，因为可能会打破目前的
平衡啊，可能住方会过于强，然后集结一直打不下旗帜这样子的问题存在了。那策划他有这个考虑也是正确的，确实这个玩家提出的想法也不是最完美的方案啦，但是也可以看到其实住方真的有这样子的问题发生了。下一个反馈相信也是大多数玩家想要讲的东西，请你们找一个方法可以用掉疑兵吧，我那个疑兵多到要爆出来了我告诉你们，我这个账号是已经没有什么花钱的账号了，但是你看我的疑兵有283个，我的王国是 CD 主王国，我还有这么多的疑兵，没有地方可以用。我觉得他给我拿去换别的东西，或者是拿去用其他的用途吧，可能可以让我拿去换我自己城市的皮肤之类的，不需要花小刷子就可以换到其他的城市主题，我觉得都还比较好一点。这个都没有什么用到，我在万国觉醒里面7年的生涯，我用到的次数不超过10次，我讲真的，如果是在仙府王国 A 王国的玩家可能还比我更多，可能有3000个疑兵都没有用过。这边策划的回答，他们之后会更改啊，可能这个疑兵的功能可以在联盟商店那边使用，就我们可以拿去兑换的意思啦，那我希望也是如此，虽然可能换到的东西也不是这么多啦，但至少可以换到一些移民令或者是其他东西嘛，也总比放在书包里面完全没有用还要来得更好。下一个反馈，希望联盟采集点有更加人性化的调整，建造联盟采集点的时候取消150万部队上限，那个很烦躁，允许同时候生产不同类型的联盟资源矿，后期游戏中食物或者木材或者石料根本都用不上。如果是担心农场玩家会滥用，可以设置同时生产多个联盟矿的条件，就比方说联盟旗帜的数量、玩家的数量还有联盟科技的数量必须要到达一个程度才可以。这里策划的回答只是回答他前半段的反馈而已，跟他讲他们可以移除150万部队的限制，但是如果真的实践的话，建造速度也是会跟着调整，因为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建筑物是没有兵力上限的，像是旗帜跟要塞也是有兵力上限的，因此在不调整建造速度的情况下取消兵力限制可能会导致到不平衡，他只是回答这一点而已。那个同时间生产多个不同种类的资源，这个他是没有理会的。下一个反馈，这个玩家希望有一个国王技能，它的冷却时间是3天而已，可以保证让守护者的符文持续待在王国里面24个小时。哇，这个玩家也太贪心了吧。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官方近期有做一个调整啊，因为有一些玩家可能是考虑着说，我在登峰造极的时候我也是希望有15%的训练速度提升，所以他们才希望策划它可以推出这个国王技能，让符文待在王国里面24个小时。那如果你们近期有看游戏里面的邮件的话，就会看到这封邮件，但是我看了这封邮件的中文跟英文对比，中文是写的很模糊，完全看不懂他在写什么东西英文的话会比较直接一点。那简单的来说，就是你们在登峰造极的期间，但是不包括登峰造极展示阶段还有出现排名的那个阶段，除了这2个阶段之外，中间的那个时期都会出现训练速度提升15%的符文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那么来到了最后一个反馈，是希望预设旗帜每个官员都可以去设置位置，但是联盟的信息还有联盟的编辑只能由国王还有顾问去编辑而已。那这里策划的回复是感谢你的建议，他们会跟着他的建议去修改。其实关于这个部分也算是去改了吧，你们可以点击联盟这里查看。现在关于旗帜方面呢，只要是有头衔的官员基本上都是可以去修改预设旗帜的路线位置，那些没有头衔的话是不能修改的。所以今天的玩家社群反馈大概是这样子的内容，说实话也是有蛮多内容是比较无关紧要的吧我暂时看下来好像没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可能联盟总动员还算是比较重要一点的吧。然后还有就是分线的部分还有反馈到昔日荣光第2阶段很难完成的问题，这个他们也是在跟进了。还有后备住房的问题他们应该也是会之后改的，看他们改成怎么样。所以各位在看了今天的玩家社群反馈之后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如果哪些地方有遗漏翻译错误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